沈总，南海度假村已经花500亿买下来了。度假村的项目就交给修远负责吧。我和他结婚10年，也是时候该放权，让他在集团里站得更稳、更高。沈总，先生已经恭候你多时了。老婆，回来了。你看，这都是我亲自给你做的菜，快尝尝。老公，你之前一直不是说想要南海度假村的项目吗？我谈下来了，并且全权交由你负责。是吗？那太好了，老婆。度假村的所有配套我都计划好了，保证能赚更多的钱。我相信你的能力，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，餐饮和服务是重中之重。老婆，你就放心吧，我跟你保证，餐厅呢一定是最高档的餐厅，所有的菜我都会独家研发秘制。至于服务嘛，我会找个最放心的人。那我就不啰嗦你啦。放心吧，来尝尝。怎么样？老婆，我还有道菜，你等我一下。宝宝，你说你要送我一家餐厅，你到底什么时候送我呀？人家想当老板娘嘛。1个月后，一定让宝宝你的餐厅准时营业。耶，这是吃饭的地方。宝宝，那我吃的可不就是你吗？快让我先两口，一会儿还会公司呢。林总，这么忙吗？那当然了，你老公，我可是上市集团的总裁。修远这小混蛋，连他妈的电话都不接了，可能是指望不上他安排这顿午饭呢。妈，您先别生气，现在度假村刚开业，修远肯定在忙着开会呢。不过，您的午饭我早就帮您安排好了。谢谢你啊，媳妇儿，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村的，这修远能娶到你，那还真是我们祖坟上烧了高香呢。老板娘，老板娘，林总对你也太好了，送你这么大个店，就跟闹着玩一样。只要琳琳姐想要，这整个度假村都可以是她的。飞大姐！没事吧？老公怎么让这么没素质的商家入住了度假村？行了，回去工作吧。媳妇儿，刚才那小姑娘是店长吗？我看着也不像普通的服务员。妈，医生说你心脏不好，不能想那些糟心事儿。回头我给修远说一下，提升一下员工素质。
菜上齐了，二位慢用。妈，快趁热尝尝。修远说，这家餐厅的师傅都是手艺精湛的大厨，而且还是独家秘方，味道肯定不错。哎，清寒，你也快吃啊。嗯。哎呀，怎么了妈？这什么呀？哎呀，蟑螂！这菜里面怎么会有这么大只蟑螂？老婆，你就放心吧，我跟你保证，餐厅呢一定是最高档的餐厅，所有的菜我都会独家研发秘制。服务员，服务员，把你们经理叫来。我就是这个店的经理，怎么了？怎么什么人都往里面放？看看，塑料包装袋，甚至刚才还在菜里吃出了蟑螂。你们这好歹也是一家高级餐厅，怎么能犯这么严重的错误呢？有蟑螂也不关我们店什么事儿，你大呼小叫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不关你们的事儿。是啊，这预制菜有蟑螂，那就是关预制菜厂的问题，关我们什么事儿？又不是我们往里面放的蟑螂。你们这卖的是预制菜。是啊，预制菜怎么了？这预制菜加热不照样能吃吗？谁有那么多时间每天给你们现炒现做啊？来，你看看，你们菜单上写的清清楚楚，你们是鲜活现炒。要不是现炒，就这几个预制菜，它能卖那么贵吗？哦，我算是明白了。这说来说去，你们就是嫌我们家的菜贵。怎么，结不起账呢？玲玲姐，出账单了。既然你们不吃饭，不如把账结了。食材处理费15万，厨神掌勺费10万，服务费10万，总消费金额50万，50万！谁给你们的胆子？就这几个菜，连500块钱都不值，你们要收我们50万！你们这是在讹人啊！讹人？我告诉你，我们店里的菜那可是明码标价。你们啊，要是连50万都拿不出来，就该反思一下，到底是不是自己的问题，是不是自己太穷了，根本不配来我们店里吃饭啊！小姑娘，这哪有人吃顿饭要50万的呀？你先别着急，这50万咱们是不会给的。不给钱？难不成你们俩想吃霸王餐啊？我告诉你们，赶紧把账给我结了，不然我们老板娘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就是，你们有几条命敢得罪我们整个度假村的老板娘啊？度假村的老板娘？你们老板是谁？盛世集团总裁林修远。什么？你说你老公是林修远？你是林修远老婆？没想到在海城连一个老太婆都知道我老公是谁。没错，我的老公就是盛世集团的总裁林修远。天寒，这不可能的，他在胡说。你说你是老板娘，证据呢？证据？你们还想要什么证据啊？这他们可全都看见我跟修远打情骂俏了。还有，在这个包间里
面，我和修远，这不够证明吗？难道林修远向我要度假村，就是为了给小三开店？别废话了，赶紧把钱交了吧。有我老公罩着，在海城这片地价，就是我楚琳琳说了算。你说什么？你叫楚琳琳？楚琳琳，老公，这是你买的吗？这个收件人怎么写着楚琳琳的名字啊？这是我发小新交的女朋友的名字，他肯定是记错了。我不相信，秀妍那么爱我，怎么会背叛我呢？愣着干什么？赶紧交钱呀！你们该不会是想我等把我老公请来，亲自问你们要吧？你觉得我们会怕他林修远？你们两个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！难道你们两个穷酸臭臭还能比盛世集团的总裁还厉害？你别再瞎说了，我儿子就是个副总，这还是秦寒给他的职位。哎呀，你们两个穷鬼还在这装上了呀？就你们两个村妇也配跟林总攀上关系啊？就是，玲玲姐，你给林总打个电话，让他亲自过来一趟，让这两个人再也不敢来我们餐厅撒野。告诉他，我叫沈清寒，你看他敢来吗？谁管你这个跳梁小丑叫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趁早把50万给我交了，否则我老公要是来了，那就不是50万能解决的事儿了。那你打呀，马上叫他过来，我倒要看看他敢拿我怎么样。好。喂，老公。喂，老婆。怎么了？咱们这度假村刚开业，就有2个人过来要吃霸王餐。你说什么？吃霸王餐？对，他们不仅不付钱，还不把你放在眼里，说就算你亲自来了，也不敢拿他们怎么样。岂有此理！你现在就把手机给他们，我倒是要听听看他们怎么说。喂，我听我们家宝宝说，你们要在我店里面吃霸王餐呢？啊！林修远，竟然真的是你！你居然背着我养小三儿！没错，就是我们2个人要吃霸王餐。林总想拿我们怎么样？老公，你听见了吧？他们可嚣张了。好啊，像他们2个这样不知死活的人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宝宝，你现在把他们留下来，我立刻带人过来收拾他们。听见了吗？我老公要过来带人收拾你们。我劝你们呀，趁早把这50万交了，兴许我老公还能再放你们一马。清寒，你放心，等那臭小子来了，妈一定让他给你一个交代。让我老公给他交代？他谁啊？还有你，我老公他认识你吗？他当然认识我，但是我还要不要认他，就不一定呢。妈，别跟他废话了，他现在就是仗着林修远给他撑腰，现在林修远还没来，我就不信他们敢拿我们怎么样。好，敢不把我放在眼里，我现在就给你点颜色瞧瞧。你敢打我？你给我放手！放手！还想给我颜色？我告诉你们，林修远的一切都是我给的，我才是
盛世集团真正的总裁。我呸！就你这个狐妹子，还说自己是什么总裁？我看你是潘金莲转世！你们两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来人，给我把他给按住了！上来啊，还愣着干什么呢？要是让林总知道老板娘被欺负，我都得被开除。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手！放手！老实点！敢跟我们琳琳姐动手，你就等着被收拾吧！就这点本事啊！不交钱，你就别想走了。身为餐厅老板，居然卖预制菜，被发现了不想着解决问题，居然想着解决提出问题的人，就你这种脾性，你这辈子都赚不到钱。你还敢诅咒我呢？像你这种人，你就配吃点预制菜。你看看你妈，穿得跟捡破烂的似的，就你们这种人还敢提要求呢？我是穿的久了些，但起码干干净净。你怎么能这么羞辱人呢？这才叫羞辱！这个预制菜不是很好吗？很适合你们这种人。就算不干净，你们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笑，你可不是很嚣张吗？啊！妈，你没事？景寒，你没事就好，你不用管。是修远他糊涂，是我们对不起你。这两个贱人，少在我面前演戏了！你刚才说她是林修远的妈妈？没错。我就是林修远的亲生母亲，你连我们是什么身份都没有搞清楚，就敢在这里仗着林修远的身份，在这里耀武扬威。但修远来了，他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。这不可能！林总那样的人，他的妈妈怎么可能穿成你这样啊？你一看就是乡下来的。琳琳姐，你是林总的老婆，你应该见过林总的妈妈长什么样吧？我跟他还没领证呢，我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。但是看看他这个穷酸样，当我们是3岁小孩呢。修远的妈妈一定是一个豪门贵妇，而不是他这个样子。万一他林修远就是一个吃软饭的凤凰男呢？谁给你们的胆子，敢羞辱盛世集团的总裁？我看你们是不要命了！林修远的一切都是我给的。我再说最后一遍，我不仅是盛世集团的总裁，同时我更是林修远明媒正娶的妻子，而你就是破坏我们家庭的小三。竟然放屁！你发现用你妈骗不了我，现在就开始拿自己来装逼了。我要让你们两个骗子吃不了兜着走！给我跪下，磕头认错！你们下，住手！睁大你人的眼睛，看清楚，我到底是谁！他怎么会有林总的照片啊？这图肯定是 P 的。这确实是我老公的微信，怎么会有林修远的微信？我现在就给林修远打电话，我要让你看看你口中的老公在我面前
是怎么夹着尾巴做人的？我算是知道了，你是我老公的小三儿，对不对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对，你看他妈穿的破破烂烂的，他就穿的光鲜亮丽。要不是他给别人做了小三儿，那他的钱从哪儿来呀？对啊，他刚刚还要打电话呢，他一定是想让林总过来救他。你们简直不可理喻！清寒，你还是赶紧让修远快来吧。我妈还想给我老公打电话求情，做梦！你们都给我上！我要让他们知道当小三的代价。放开！程琳琳，你个疯子！我知道你别乱来！林修远他，你还敢提我老公？你这个臭不要脸的小三儿！大家快来看呀！这个骚狐狸是我老公林修远的小三，他带着他这个乡下来的妈来我们店里闹事，被我抓了个现行。这种女人，她现在离了老公，她就活不了了。让你当小三，让你嚣张，滚蛋！嘿，楚琳琳，你这是在作死！我沈家的律师团能让你牢底坐穿？你还敢威胁我？给我把他衣服扒了，看他以后还敢不敢勾引男人！你们都在干什么？给我住手！你们都在干什么？给我住手！是赵经理，你是修远叫过来替我撑腰的。这个女人，她不仅勾引我的老公，还在我的餐厅里面又吃霸王餐。赵经理，你看看这事怎么办吧？没想到你还认识他呀？林总来度假村的时候，身边都带着他，我以为他是秘书。整个度假村都是我的产业，林修远真是胆大包天，竟然在我的地盘领着小三招摇撞市。赵经理，看样子你跟这个小三挺熟的。不过我可要提醒你啊，你今天可是修远请过来替我办事的。我不管你们私交有多少，今天你必须给我公事公办。谁跟你说他是小三？他不是小三是什么呀？赵经理，我要让你拉黑他们两个，永远不能踏进度假村。你疯了！赵经理，你疯了吗你？我可是林修远的老婆，他才是小三儿。这整个度假区都是我老公的，你敢为了一个小三不听我的话？赵勇，我现在命令你，马上把这个店砸了。他不是小三吗？怎么那么大的口气？赵经理，你可不能听他的，我们老板娘才是正妻。你以为他敢为了你这个贱人得罪我吗？我告诉你，赵经理现在是我老公的手下，他要听也是听我的。赵经理，我现在命令你给他一耳光。林修远有多爱我，你不知道，你给我动手啊！怎么，你信不信我让我老公砸了你的饭碗？他林修远没有这个本事，砸进！秦寒，你确定要砸吗？这饭店毕竟也是度假村的产业，也算是你的心血啊。这个饭店太脏，我宁肯不要。哟，你还装上度假村老板娘了？看来我刚才给你的教训还是太轻了。你疯了吗？你居然真的听这个贱人的话？喂，保安，马上过来，
青云餐厅今天必须吃了。你林修远，这家餐厅本来就是我送你的，既然你要送给小三儿，我不介意今天就找人把它砸成一堆垃圾。疯了吗你居然敢为了这个贱人砸我的餐厅！我等着，我现在就给我老公打电话。喂，老婆。林修远，你这个混蛋，你到底是什么时候背着我乱搞的？宝宝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我这心里面可真的只有你啊！这个小三都找到我们度假村来了，他要不是小三，赵勇这个王八蛋怎么会替他说话？而且赵勇他现在跟这个贱人站在一伙，说是要把咱们度假村砸了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该不会是谁？哎，宝宝，我这边信号有点不好，你先等等我啊，我一会儿给你回过去。刘管家，清寒今天在哪？啊！哼，听你老公这个底气不是很足啊，你难道没看出来吗？你这个贱人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太太不在，她今天去乡下看老夫人了。她在乡下？是啊，太太说你现在忙，她自己去乡下散散心，正好陪陪老太太。好，挂了。死贱人，你敢挑衅我！宝宝，你千万不要听那个贱人在这给你挑拨离间。我跟你发誓，如果我外面有人，我全家不得好死。听见了吗？有没有底气？这个混账东西！你派来的这个赵经理不听话，你总得给我个解释吧？宝宝，你先别生气。对呀，你现在把电话给这个赵勇，我来跟他说。你他妈是不是吃了修仙包子胆了你？连我的店也敢砸？你不会真以为那个人是我的小三吧？我知道他不是你的小三，但他是你的。你最好自己过来一趟。今天的店我砸定了。好啊，你个赵勇，还真他妈敢跟我对着干！你给我等着，我现在就过去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给我备车，去南海度假村，现在立刻马上！你敢不听我老公的话？哎，等一下，你跟这个贱人该不会是有一腿吧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他那婚纱照不会是 P 的吧？然后林总的联系方式也是他找赵经理要的，这也太不要脸了！不但勾引了赵经理，还想借着赵经理往上爬，勾引我们林总。现在的小三儿可真是够骚的，这勾搭一个都不够，还要勾搭2个。今天我就要让你看看当小三儿的下场。别闹了，他不是你能动的人，他是……哦，我告诉你，你今天要是敢拦我，我连你一块打！草雷雷，给我上，给我把这个贱人扒了！我今天就要让大家一起来看看热闹。你们不能这样！楚琳，你别太过分了，保安队马上过来了。就算保安队过来了，又能怎么样？他们也只能给你收个全尸。今天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有我老公不在，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啊！给我扒了他！不能这样！妈，你没事吧？妈！你个死老太婆！我告诉你，你别碰瓷啊！我可没碰你啊！跟我可没关系。静安，
是吗？对不起，是林修远，这个我这儿子啊！妈，你别说话，医生说你心脏不好，你别激动，你别说话了。心脏不好，你们还真是演上瘾了。装来装去没用，找帮手没用，现在居然还装上心脏病了。药在哪？药在哪？我给你拿药。没有吗？没有，药一定是落在车上了，我马上去给你拿。给我把门堵上！都让开，是要出人命的。难道他真有心脏病？你吼什么吼？小王，去给他们拿药。还有你们，今天要是没有钱，谁都别想出这个门。你一顿饭你要我们50万，而且还是不干净的预制菜，你这跟敲诈勒索有什么区别？这个钱我是不会给你的。是你们闹事在先的，这个钱你们必须给。今天要是没有这个钱，你们休想出这个门。哎呀！我的嘴！你简直不可理喻！妈，你怎么样了？我的药怎么还不到？楚玲玲，我告诉你，他要是出了什么事，就算我饶了你，林修远第一个也会要了你的命。小王帮你们拿药不需要时间吗？啊，我好心让小王帮你们拿药，你们居然还敢威胁我！我告诉你，就算我老公知道了你们今天来我店里闹事儿的事儿，我老公只会觉得我对你们的处罚力不够。沈总，老夫人她晕倒了。妈，你醒醒！妈，周玲玲，你简直自作孽不可活！我把药拿来了，出门摔了一跤，疼死我了。为了帮你们拿药，我的员工都受伤了。没想到为了帮你们拿这个药，你非但不感激，居然还威胁我。好，你们现在要是想走的话，给我再加10万的工伤费，现在一共60万，拿钱吧。坑货，知道他是谁吗？我管他是谁。老公，你可算来了。这个人，他都要把我店给我砸了。宝宝，放心吧，谁要是敢欺负你，我一定会让他们付出100倍、1000倍的代价。你们怎么才来？赶紧护送老太太去医院，快！你先留下，我要看看林修远到了怎么收场。医生，我妈怎么样了？送的太晚了，我们正在极力抢救。通知家属吧，来见最后一面。宝宝，那对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贱人呢？我要找出来一块收拾他。那2个人趁机逃走了，就是他，是他把保安叫过来，才让那2个贱人趁机溜走了。好你个赵勇，你他妈是非要跟我对着干！老子今天非扒了你的皮！
我还在开会呢。妈现在在医院，你最好赶紧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我先不跟你说了啊，我这还有重要的事儿，等着我再给你回电话啊。林修远，原来替小三成药比咱妈命还重要。我告诉你，赵勇，我的眼睛里面可容不得沙子。从现在开始，你被开除了。开除我，林总，你还没资格呢。说什么？不光如此，我还收到命令，餐厅必须马上拆除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死到临头了还敢跟我对着干？林总，你还是先问问楚丽民又做了什么。老公，我能干什么呀？都是他，是他跟那个小三的欺负我。账单在这儿，上面清清楚楚，赵总自己看看，楚丽民收了人多少钱？50万！餐厅赤裸裸宰客，传出去，谁还来度假村？就连林总你也会被集团问责。宝宝，真有这么回事儿？那桌菜你收人50万？林修远，这就是你养的好小三。要不是他，我又怎么可能会进抢救室？看在妈的面子上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让你见妈最后一面。发什么神经啊，没完没了的。老公啊，谁给你打电话？嗨，骚扰电话不重要。林总，琳琳姐跟他们要50万，是因为不想让他们觉得我们好欺负。是啊，老公，我拿那个账单只是为了吓唬吓唬他们。有一就有二，谁知道以后会不会用同样的手段对待别的顾客？够了，不就他们50万吗？啊？我觉得琳琳做法没有问题。这账单说明不了什么问题。妈，我给了林秀远机会，是他不要。怎么样，李医生？人的生命体征已经没了。家属呢？就你一个人吗？你说什么？你是骗我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已经尽力了，请你起来。怎么样？这回你没什么好说的了吧？证据确凿，你却堂而皇之的包庇他，林总，你实在是让人寒心。少在这废话了，我劝你呀，乖乖把那2个贱人给我交出来，否则你连你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林总，你知道那2个人是谁吗？那2个，一个是你的小三儿，一个是他的乡巴佬亲戚，不然还能是谁啊？整个海城就没有我老公怕的人，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得乖乖让步。他们喂，林小远还在为那个小三撑腰。是啊，哎，那老太太怎么样？他养的小三儿害死了他的亲生母亲，那就让他继续作死吧。去多帮我收集一些他出轨的证据，我要让他净身出户。好，是。林修远，是时候清算这一切了。林总，刚得到一个不好的消息，老太太死了，是你最爱的楚丽民，她是罪魁祸首。你说什么？宝宝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别听他瞎说，是那个赵勇，他拿我没办法了，
所以才拿那个死人吓唬。这肯定是那个贱人给他出的馊主意。宝宝，真的吗？哎呀，这餐厅它不能出人命，如果出了人命，我不太好跟董事会交代的。事到如今也没什么好说的，是他拦着不让人拿药，让人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子的，那个老太婆就是在演戏。不信的话，你问他们。对，那老太太一听说林总你要来，立马就害怕了，想要装心脏病，然后溜之大吉。老公，这一定都是那个贱人挑唆的，他们就是想挑拨我们俩之间的关系，这你还看不出来吗？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相信你。人都死了，你还这么袒护他，你等着吧，总有你后悔的时候。动手，把餐厅给我砸了！我看谁敢！我是盛世集团总裁，这儿还轮不着他做主。刘秘书，立刻马上撤掉林修远在南海度假村 CEO 职位。林修远，你个畜生！你对不起马30年的养育之恩，更对不起我对你的一片真心。我再跟你们说一遍，他赵勇被开除了。这个度假村，我林修远说了算。你别忘了，你这个权利是谁给你的？开除我，你还没资格！你疯了吗？你居然敢质疑我老公的能力？盛世集团的总裁想要开除你，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？死到临头了还跟我装腔作势，你看好了，我现在就把你从公司的系统给撤出来，是吗？那我拭目以待。不想丢掉饭碗的话，就乖乖的把那2个贱人给我交出来，我要看着你们跪在我的面前给我磕头认错。老公，怎么了？我能送你上云端，也能拉你下深渊。刘秘书，备车，我要回度假村。是吗？我看林总很快就就是度假村的 CEO 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居然在诅咒我老公？系统抽风而已，暂时操作不了罢了。我告诉你，赵勇，你就是一个给我打工的看门狗。你啊，就记住我是个总裁的命，就算诅咒我都没有用，是吗？说，林总，董事会突然下令撤销你南海度假村 CEO 一职。你说什么？你他妈是不是搞错了？没有弄错，你没有度假村的管理权了。这好像是沈总的意思。沈静涵到底发什么疯？竟然撤销我的职位？老公，发生什么了？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，你等我先问清楚吧。哎，宝宝，你怎么把我从南海度假村的管理权里撤出来了？我这不是想让你太累了，让你休息休息吗？可是咱们不都说好了吗？度假村交给我。好了，我总不能朝令夕改吧？不是，老婆，你是不是刚才生气我没接你电话？我都输了，我有很重要的事儿。我有事儿，先忙了，挂了。沈总，车准备好了，走吧。妈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让林修远和楚玲玲跪着向您磕头道歉。喂，怎么林总这么快就没有度假村的管理权了？我知道了，是你他妈在搞鬼，你早就知道了，所以处处跟我对着干。林总，你不如自己想想，到底做了什么，得罪了沈总。一切都是你自作自受，集团已经把度假村暂时交给我了。老公，这度假村不是你的项目吗？什么时候变成他的了？董事会
不止我的杀手度假村了。以你的身份，还管理不了度假村吗？是啊，你不是口口声声说集团是你的吗？你给我闭嘴！宝宝，董事会是觉得这个度假村的项目太小了，没必要让我亲自动手。这样，回头呢，我就跟董事会的人说，把他的职位给撤下来。你已经没有机会了，这一次我会让你一无所有。真的吗？当然了，宝宝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其实南海度假村这个项目啊，是盛世集团最小、最不起眼的一个项目。要不是为了给你开店，我都不可能接手这个项目。你别在这大言不惭了，盛世集团根本就不是你的。盛世集团就是我老公的项目，你少在这小人得志了。有些人捡了度假村的便宜，不会就真的以为能骑到林总的头上吧？林修远，他只是盛世集团的代理总裁，真正的掌权者另有其人。看来你是知道点什么。我当然知道，林总，你只是个软饭男。老公，我怎么没听明白呢？他为什么说你是软饭男啊？靠女人当然是软饭男了。楚琳琳，你以为你傍上大款吗？其实他是靠女人的钱来养你而已。你胡说！我老公走到今天都是靠自己打拼的。哼，实话告诉你吧，林修远早就结婚了，你才是那人人喊打的小三。不可能，老公，他一定是骗我的，对不对？宝宝，你先别激动，你听我说，我确实是结婚了，但是我根本就不爱他，我的心里面就只有你。等我跟他离婚了，我立马娶你。你可真会装深情啊！你说这话就不怕被沈总知道？沈清寒，这名字怎么这么耳熟啊？宝宝，我确实是有老婆，可是我根本就不爱她，她就是一个不解风情的死木头。我跟她不管是床上还是生活上根本就不合适。宝宝，我的心里面就只有你，一直都只有你。沈总，林总他是不是出轨了？你去准备一份离婚协议书，我要让他净身出户。老公，他说的都是真的，你没有骗我，对不对？当然了，我跟你发誓。你可真不要脸！沈总对你那么好，就连盛世集团的位置也是他给你的，你现在对得起他吗？你少他妈跟我提那个贱人！他除了会把我当仆人一样使唤，他还会干什么？每个男人不喜欢小鸟依人的女人啊！这一切都是他逼的。你还身在福中不知福，放着沈总那么好的女人不要，被这个小三耍得团团转。你说谁是小三呢？我跟我老公是真爱。你们两个真让我恶心！我现在就给沈总打电话，看他怎么处置你。等等，就算你现在把一切都告诉了他，他也不可能相信你一个外人。这样，你开一个价，只要你帮我把秘密保守住了，等我的职位恢复了，我不仅不会开除你，还给你额外加薪，怎么样？你还真无耻，做梦去吧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那你就别怪我，让你永远消失。林修远，你是要让谁永远消失？妈要是看到你这样，恐怕要死不瞑目了。你说什么？妈怎么了？老公，这就是那个吓唬我的贱人，他谎称老太婆死了，趁机吓唬我。你以为我会怕你吗？你给我住口！谁是你老公？你干什么？这就是欺负我的那个贱人，你快替我撑腰啊！好，真的是好得很呐，林修远。你什么时候在外面也有老婆的？秦寒，你听我跟你解释。别碰我，我嫌脏。你有什么话还是跟妈说去吧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原来你不是赵勇的情人，你是……没错，我就是林修远的老婆，合法领证的妻子。
那又怎么样？我老公说了，他现在最爱的人只有我，你来的正好。老公，反正你也不爱他，你就趁早跟他离婚啊！以后盛世集团总裁的夫人我来做。盛世集团可容不下你这种没脸没皮的贱货！你居然敢骂我！哎，你疯了？你还要打他？他都这么欺负我了，难道你要眼睁睁看着不管吗？怎么回事？林总怎么这么害怕这个女的呀？难道盛世集团不是林总的，而是他的？秦寒，我错了，你给我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好不好？现在知道错，晚了吧？老公，你不是盛世集团的总裁吗？你怕他干什么？快起来！你快起来！走开！老婆，是他先勾引我的，我就是犯了一个男人都会犯的错误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你还相信林修远的鬼话呀？他的一切都是沈总给的，为了你一个女人，他放弃盛世集团，你觉得他舍得吗？宝宝，是这样，我跟他结婚的时候，我把一半的股份都分给了他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先过去认个错，道个歉，到时候有机会我拿回股份了，我再帮你出口气，好不好？原来是这样啊！来，跪下，快道歉，跪下。对不起，老婆，我是真的知道错了。你看，你对我的好，我一直都记在心里的。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是知道怕了。林修远，我们的婚姻就像这家餐厅一样。你是什么意思？赵勇，把这家餐厅给我拆了！拆餐厅？不行，老公，这家餐厅可不能拆呀！我都已经跟亲戚朋友说了，我是这家餐厅的老板娘。你要是把餐厅拆了，我以后就没有面子了。秦寒，咱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你真的忍心结束吗？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给你个满意的交代。你还想让沈总给你机会？自从沈总知道你外面有小三，处处给你留有余地，是你自己不珍惜。你给老子闭嘴！这是我跟秦寒的家里事，你一个外人凭什么指手画脚？夫妻之间本来就是要互相包容的。秦寒，你就再信我一次，好不好？你少在这儿给我巧言令色的！我现在看到你这副虚伪的样子，我都感到恶心。一次不忠，百次不用。林修远，你听清楚了，我们之间结束了。动手拆，从后厨开始，把那些预制菜都给我扔了。老公，还有你们，南海度假村容不下你们这些唯虎作伥的员工。玲玲姐，我们可都是按照你的吩咐办事啊！是啊，我们都是你的朋友亲戚，多多少少都有点关系，你帮帮我们呀！难怪那么无法无天，原来还沾亲带故呢。老公，你可不能让他们把餐厅拆了呀！他们都是我的亲戚朋友，这样我以后还怎么做人呢？够了！沈清寒，你一定要闹得这么难看吗？你们先走，我会处理好这些事情，明天继续上班。林总，真的吗？记住了，你们出去以后，谁敢说琳琳的一句闲话，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哎，好，我们这就走，这就走。还有你们，谁要是敢动琳琳的餐厅，就是跟我林修远作对。林修远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沈清寒，这都是你逼我的。既然你不忍，那就别怪我不义。好，那我倒要看看你怎么个不仁不义。沈清寒，现在整个公司上上下下都在听我的，只要我愿意，
随时可以代替你。对，大不了那股份我们就不要了。我这些年为公司做的一切，公司上上下下可都是有目共睹。而你沈清寒早就退居幕后了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林总既然有这么大的权限，怎么度假村的管理权限被撤了？那些只不过就是董事会卖他个面子罢了，那可不代表到时候要站队的时候，他们还会拎不清轻重的。我劝你识相点呢，就赶紧把股份给我交出来，反正这也是我老公给你的，你嚣张什么？他是这么跟你说的。沈清寒，本来咱们是不用撕破脸的，可是你总是不依不饶，那你就别怪我闹到董事会那儿，到时候让股东们投票把公司给我了。哼，你还真是自信啊！我让你掌管了2年公司，真把公司当成自己的了。那你也真的以为这2年我给你在家里面当牛做马，没给自己留后路吗？你什么意思？那我就实话告诉你，这2年公司的资产我可是分了不少给董事们，真要闹到董事会那儿，到时候他们支持的就只会是我。你太无耻了！沈总这么栽培你，你居然觊觎他的公司，这种还不依我的。本来他可以当做无事发生，可是你非要捅破这层窗户纸，让我们连夫妻都做不成。林修远，你真的太无耻了！你就是个忘恩负义的渣男！难道我说错了吗？沈清寒，是你不念在我们之间夫妻的情分，我就是出了个轨，你就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？直到现在，你还没有一丝一毫的悔改。你少他妈道德绑架我！我告诉你，该后悔的人是你。沈总，你让你的离婚协议拟好了。离婚？你连离婚协议都拟好了？净身出户？你还想让我净身出户？我告诉你，你休想！沈清寒，我可告诉你，你的财产有我一半。你拿着我的钱去养小三儿，婚内出轨证据确凿，就算你不签字，我照样有办法可以让你净身出户。我这么多年替你们家辛辛苦苦打理业务，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我只不过是犯了个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。你呢？现在想把我一脚踹开？现在看来，我把你的公司给架空，可是一点错都没有。林修远，你现在竟然还有脸说出这种话？你出轨不知悔改，你现在竟然还想让我失去一切？沈清寒，这都是你自找的。这样，只要你给我们家琳琳好好的道个歉，我可以看在过往的情分，到时候分你个5万8万的。记住你现在说的话，别到时候后悔在我面前哭。沈女士，您婆婆的遗体已经送往太平间了，您现在方便过来料理后事吗？我知道了，马上。修远，反正你已经把他的公司架空了，这现在离婚对你有好处，你倒不如现在直接跟他离婚了，省得他以后纠缠你。这样吧，你给我一半的资产，我就同意跟你离婚，要不然你就等着被董事会给罢免吧。林清远，你确定为了这个女人跟沈总撕破脸吗？不念夫妻感情，想想你妈。你说的没错，我妈确实很喜欢沈清寒，但是我妈她更爱我。只要我能够幸福，她老人家是可以理解的。看楚琳琳是害死你妈的凶手，这样的女人你还和她在一起？你给我闭嘴！我警告你，你再敢咒我妈，我就把你舌头给拔了。林修远，我在刚进门的时候我就说了，妈恐怕死不瞑目。你竟然现在还以为她活着呢？
要是看到你这样，恐怕要死不瞑目了。你的意思是，今天和你一起来餐厅吃饭的人是我妈？看来林修远只顾着怕沈总您呀，连您说了什么他都没听清楚。沈星涵，你少胡说八道！我妈好端端的怎么可能会死呢？我在医院的时候，给你打了2通电话，就是为了通知你，让你去医院见妈最后一面。可现在，妈已经在太平间了。不，修远，谁知道他说的是真的假的呢？他这就是为了逼你害怕，逼你后悔的。你与其在这儿颠倒黑白，不如想想上了法庭上该怎么说吧。沈星涵，我妈平日里待你不好吧？你现在竟然拿她的命来吓唬我！是真是假，你自己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你又在耍什么花样？他这就是承认，他是在吓唬你。林修远，你如果确定你妈真的死了，你会伤心吗？你不废话吗？我妈她一个人把我从小带到大，是我最重要的，也是我最爱的人。就算是琳琳，也只能排在第2位。好，那你听好了，你最重要的人，你最爱的人，他死了！你给我闭嘴！你再敢咒我妈，只能对你动手！想用公司拿捏修远不成，你就盼着他妈妈死？哼！你这个女人也太恶毒了吧！恶毒的人是你，要不是你拦着不让沈总拿药，老夫人才不会出事儿。就算你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，这也是无法改变的事实。咱妈就是在这儿犯的心脏病，当时若不是她阻拦，咱妈或许还有机会。就是她亲自断了咱妈的生路。够了！修远他妈妈吉人自有天相，她好得很。修远，我当时不知道那是你妈妈，所以我才跟她言语上起了点冲突。但是你放心，你妈妈她面色红润，精神良好，一定没有问题的。听见了吗？我们家琳琳是不会骗我的，我妈她肯定没有事儿。林修远，你果然是无可救药。看好了，医院的电话。喂，沈女士，请问吴玉兰女士的遗体要如何处理？你自己说，咱妈的遗体该如何处理？遗体？难道那个老太婆真的死了？我真的害死了林修远的亲生母亲？你们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都是跟沈星涵一伙的。这位先生，你在说什么？沈女士在吗？林修远，医院的电话都打来了，你还不信啊？你的手段我太了解了。你知道我出了轨，光是在地位上打压我以后，还想在思想上报复我，所以现在跟医院的人一起理性骗我。还是我老公聪明，一眼就看出来他们的把戏。你也太可怕了，为了报复自己的老公出轨，居然连人命的玩笑都能开。吴玉兰女士的遗体火化呢，需要家属签字。你要是不方便过来，电话同意也行，我们全程录音的。你少他妈给我装了！我告诉你，我是不会相信你们说的半个字的。人不是死了吗？好啊，那你们现在就送去火化吧。林修远，你间接害死了妈还不够，错过了见妈最后一面还不够，现在连咱妈的尸身你都不想见了？少他妈给我装模作样了！沈清寒，我告诉你，我妈这2年的身体是越来越好了，她老人家可
可不像您那短命鬼父母。你再说一遍！我说你，沈女士，不用问了，就听他的。尸体，即刻火化！林总，你不忠不孝，愚蠢至极啊！等你收到你妈骨灰的时候，你千万别哭出来！你们这2条沈清寒身边的狗，给我闭上嘴！你们的主子到底给了你们多少钱，让你们跟他一起来骗我？说不定啊，还不只是金钱上的好处。这有的女人有了钱之后，就喜欢潜规则身边的下属。怪不得你当小三儿当的那么骄傲。心里下流的人，脑子里想的都是下流的事儿。够了！我只是觉得你平常强势了些，没想到这么恶毒。我恶毒？就因为我背叛了你，所以你心有不甘，才编出了我妈去世的谎言来骗我。你无非不就想看我后悔和痛苦吗？我告诉你沈清寒，我是不可能让你给拿捏的。我明知道你出轨，我还送咱妈去抢救，我给她请了最顶级的医生。现在到你的嘴里，变成了我恶毒。你整天死，你烦不烦？再说，小心我撕烂你的嘴！有我们在，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他敢诅咒修远的妈妈，我们就该讨回来。好了，林修远，你敢不敢跟我去火葬场亲眼看看咱妈到底有没有死？修远，你别听他的，他就是想浪费我们的时间。放心吧，我没有这么无聊，我更加不会做这么晦气的事儿。你不是想保住这家餐厅吗？只要你愿意跟我去火葬场，这家餐厅我可以多留几天。你敢威胁我？你自己考虑吧，他们动手砸起来可是很快的。修远，你可千万不能让他拆。好啊，那老子就陪你玩玩，我正好看看你到底能玩出什么花样。刘秘书陪我去，你去医院检查一下。好，沈总有什么吩咐随时联系我。你去查一下林修远这些年背着我在公司里都干了些什么。收到。不过沈总放心，你后面还有海城财团。等到了火葬场，第一时间联系执法队。我妈她不会真的出事了吧？这个可是她送我的平安扣，我戴了10年，怎么今天突然就碎了？一定是因为年代久远，这绳子自己磨损才断了的。要不我帮你去找个师傅修一下吧。走吧，去我帮手。操，这他妈地方真他妈晦气！我还以为有的人不敢来了呢。林修远都敢来，我为何不敢？沈清寒，你该不会是因为我出轨的事儿，脑子受到刺激变傻了吧？你说我现在要是对外跟他们说你有臆想症，那我拿下盛世集团岂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啊？你这些大话，就等着向你妈忏悔过后再说吧。你们是？我们是死者吴玉兰的家属。装得一板一眼的，我每次看到你这种自信的样子，我就想狠狠地把你踩在脚下。你吃软饭的时候恨不得装得像个舔狗，现在撕破脸皮，都还装起男子气概了。吴玉兰，
今天的火葬场名单里没有吴玉兰啊。什么？没有？哎，你再仔细查查，医院那边没有就是没有，你是耳朵聋了听不见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今天能过来，就是为了证明你是个神经病，脑子有问题。宝宝，他父母双亡，作为他的法定配偶，如果能证明他的精神有问题，那他的钱不就都是我们的了？这就是你来火葬场的原因。不然呢？你以为我会相信你才来的？不仅出轨，不仅想夺权，现在还想将我打成神经病。你不就是个神经病吗？我们家邻居都已经说了，我妈的面色红润，身体健朗得很。我不相信一个爱我的女人，难不成要相信一个成年打压我的你吗？我真是受不了，一个人可以这么蠢，这么的坏。要我说，林修远都这样，你也没必要叫醒他。半个月后就是我们盛世集团股东大会，到时候咱们让他从集团滚蛋，一无所有。你们两个现在对我的实力还不算了解，且不说我背后的势力，就你现在这个疯疯癫癫造谣我妈的样子，就别想在股东大会上赢了我。沈总，我们走吧，别管他了。还不能走。让你做的事，你做了吗？等到了火葬场，第一时间联系执法队。当然，我下了车第一时间就处理好了。你们在说什么？喂，你又在这出什么馊主意？我告诉你，沈清寒，你越是这样颠，我就越要在股东大会上控诉你是个神经病。这样一来，就没有人会相信我是出轨。我简直是一劳永逸啊！林修远，我还活着呢！你他妈以为你谁呀？我还活着！你他妈以为你谁呀？啊！你就是他沈清寒身边一条疯狗，谁会相信你啊？啊！谁会啊？你真是一次一次刷新我对你的底线。沈清寒，你还不能走，你要当着妈的面把这个害死他的凶手绳之以法。底线？从你不择手段开始殃及我妈开始，我就没有打算给你准备底线。喂，吴玉兰的遗体不是说送来火葬场吗？抱歉，沈总，没有死亡证明，还不能火葬。遗体送过来吧，直系亲属就在现场，死亡证明可以直接签字。哦，我算是听出来了，他这就是要伪造死亡证明啊！沈清寒，你还真是大费周章啊！啊，为了达到目的，现在这个戏做的是越来越逼真了。你错了，林修远，送来的不只有死亡证明，还有你妈的遗体。这个贱人！林修远，换做其他女人可不一定会替你给你妈料理后事。就让他们嚣张吧，反正失去母亲的人不是我，承受牢狱之灾的人更不是我。沈清寒，3天不刷牙都没得嘴臭，你装作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，不就是为了扰乱我和修远的心态？宝宝，你就放心吧，我永远都会跟你站在同一边的。只要等我跟这个贱人离了婚，我立刻带你去见我妈。见家长？真的吗？当然了，只要能得到我妈的认可，我们立马就结婚。可是他会不会不喜欢我？之前在餐厅的时候，因为沈清寒，我跟他闹了些不愉快。没关系的，宝宝，到那个时候你就跟我妈好好道个歉，认个错。我妈这人啊，爱屋及乌，肯定会把你当成亲生女儿养对待。妈要是看到现在这一幕，估计当初都后悔把你生下来。见过认贼作父的，没见过把杀母仇人当成自己心肝宝贝儿的。你这些话，修远他早就免疫了。对不起啊，宝宝，这是我的问题。
我千算万算，我就是没有算到他沈清寒能这么爱我。我爱你？当然了，你当然爱我，而且爱得不得了，都因爱生恨了。哪怕是我妈死了这样的无稽之谈，都敢拿出来当面说。好，那你就睁大眼睛好好看着，我是怎么爱你的。沈总，遗体送你。你就是吴玉兰的直系亲属吧？这就是你的手段，看来琳琳猜的一点都没有错。沈清寒他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，他想伪造死亡证明，应该也不难吧？他确实是消失过一段时间，一定是在消失那段时间里面买通了这些关系。你们在胡说什么？伪造死亡证明可是犯法的。事到如今还在装模作样。我告诉你，你们别以为随便拿了具尸体就能冒充我妈。林修远，妈就躺在这儿，你掀开白布，你好好看看。沈清寒，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在这捉弄我很有意思啊？凭什么他说什么就是什么？再说了，这死人有什么好看的？你当然要好好看看，你看看你自己究竟做了什么。怎么害怕了？为什么？我突然那么的害怕。我明白了，你就是想让我害怕。你这个人格分裂的变态！既然你自己不敢掀，那我就亲自替你掀。住手！谁说我不敢掀的？那你磨叽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事已至此，我早就不怕你了。那我也告诉你，我对你那一点点的感情，也早就被消磨的一滴都不剩。我现在根本不在意你的想法和你的态度。宝宝，要不你来？我不要，我看见死人，我晚上会做噩梦的。光是这些就承受不了，看来你的内心也没有很强大。我妈身体健康着呢，她可不是城里那些弱不禁风的老太太。我妈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的，我都跟我妈说好了，我要给她办一场风风光光的60大寿。我可是我妈的骄傲，是我们老连家的门楣。妈，我好累啊。儿子，累了就回家，有妈在呢。没挣到钱，哪有脸回家啊？妈没文化，但妈听过一句话：所有的人只会关心你飞得高不高，只有家才会关心你累不累。谢谢妈。这不是你，这一定不是你，妈，千万不要是你，否则我林修远就再也没有家了。老太婆她真的死了，那我岂不是间接杀人？妈，你是不是因为我出轨，所以生气了，所以才配合沈清寒来教育我妈？妈，你起来，我给你解释啊，妈。该尽的情分我都尽了。你现在倒是扑上了，早些时候沈总给你打电话，你为什么不接？原本只要你接电话，
就可以见妈最后一面。但是，你为了给你的小三儿撑腰，放弃了吗？老公，别这么看着我，我害怕。你不是告诉我妈从医院离开的时候身体很健康，面色红润吗？她当时确实是好着的。或许是他在半路上起了歹心，是他害死了妈。你还真是人前一套背后一套啊！宁修远，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妈就是被这个楚林玉给害死的。楚明烈，我怎么相信你？我给你开店，为你撑腰，我甚至还要等你见我妈。可是你呢？你是怎么对我的？老公，你听我跟你解释，他们这些人是我害死了吗？他们有证据吗？你仔细想想。你倒是挺会钻空子，事实都摆在眼前了，你还不承认？你就算再巧言善辩，等假如来了，你又怎么办？是他自己心脏病发作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说什么？我早就知道这个沈清寒，他来势汹汹就是冲我来的。还好，我当时及时拷下了餐厅里的监控。沈清寒那么自信，万一是真的呢？不行，我不能用后半辈子去赌。宝宝，我去个洗手间。行，你去吧。一会儿呢，等咱们戳穿了他的谎言，再给他扣个精神病的帽子。你看，这4周啊，可全都是借口。喂，我有件事想求你帮忙。哎，宝贝儿，当初你嫌弃我只有技术没有钱，把我给踹了，现在倒是想起我了。你不是顶级黑客吗？我有个视频，我想请你帮我 P 出想要的样子。你的意思是，你有事发当时的监控？对，视频就在这儿，你们自己看，这份视频能证明我的清白。跳梁小丑，你这副奋死抵抗的样子真是可笑。我倒要亲自看看，究竟是谁害死了我妈。宝宝，你妈一直求沈清寒不要生气了，让他原谅你。没想到这个女人她睚眦必报，她非但不原谅你，还说生出你这样的儿子就该死。沈清寒，我就是出个轨，可是你也想气死我妈。一段不知道从哪来的视频，这就是证据了。你的性格一向强势，这就是你能说出来的话。宝宝，你现在知道了吧？我都是被冤枉的。沈总工作上强势，但待人接物都极为周到，他怎么可能不知轻重、意气用事？都他妈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替他狡辩？他这个人为了报复我，什么事做不出来啊！真是个疯狗一样啊！就算你主观意义上认为我是凶手，你又能拿我怎么样？你终于承认了，就是你害死的我妈！我不想跟你争辩这些。你吃我的，喝我的，究竟谁给你的底气，让你在我面前如此狂妄？这个时候了，还说什么我吃你的，喝你的？这么多年了，你有尊重过我一次吗？我就是你身边摇尾巴的一条狗。真是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你是什么样人，你看待我就是什么样的人。哎，你看看，你仔细看看我吧，直到死了，连村子都没有出去过一步。我连给他尽孝的机会都没有了。妈要住在乡下，不是他执意的吗？我一直强调让他搬过来住，可你呢？说了2次就不了了之了吧？那么都他妈怪你吗？我妈觉得你一直是高高在上，觉得我们家配不上你们家。她为了不破坏我们的感情，
就委屈自己，一直在村子里面过。是你，是你呀，林修远，是你一直自卑自己的出身，所以才连带着不愿意带妈来加入你荣华富贵的生活。你胡说！她可是我妈。那你要不要数数，你给妈花了多少钱？这些年，你给这个小三儿又花了多少钱？恐怕给妈花的钱，连楚玲玲的零头都不够吧。有些人嘴上说着孝顺，但孝顺的事是一件也没做。那这也不是沈清寒害死伯伯的理由啊！我看你肚子里全是坏水，全交去。宝宝，我只是替你妈鸣不平，可是她非要吓唬我。对不起啊，宝宝，刚才有一瞬间我确实怀疑你了，是我的问题，以后不会了。那你要怎么收拾她？这事儿可不能就这么算了，说不定要是没有她的话，阿姨也不会死。我当然不会放过她，像她这样伤天害理的贱人，我要让她给我妈跪下磕头。异想天开，休想欺负到沈总头上！你现在立刻给我妈跪下，让她安息。我如果不呢？那你就别怪我，让你的盛世集团灰飞烟灭。你真是好大的口气啊，林修远，你有这个本事吗？你是不是健忘啊你？修远之前都说了，盛世集团现在可是他说了算，你的公司啊早就被他掏空了。就凭他嘴上来的自信，林修远，我不会给妈磕头的，非要磕也是在葬礼上。而现在，要给妈磕头道歉的人是你们。沈清寒，你是不是真的以为我不敢拿你怎么样啊？我妈是我的妹妹，你害死了她，我一定会让你付出很惨痛的代价。沈清寒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！你赶紧放手！你有什么资格对沈总大放厥词？资格？你们该不会真的以为我要掏空盛世集团是嘴上说说而已吧？半个月后就是盛世集团股东大会，你要是真有自信能只手遮天，不如等到了股东大会上再说。我才不怕什么股东大会，相反，等股东大会一开始，你沈清寒可就真的一无所有了。你究竟哪来的自信？就因为别人看在我的面子上对你毕恭毕敬，你就觉得能管理到位、一呼百应了吗？好啊，我现在就告诉你，我是哪来的底气，你可千万别被吓到了。哎，胡总，上次你跟我说的对我的投资是真的吗？是啊，你不是说还要考虑考虑吗？不用考虑，我同意了。不过，我只接受对我个人团队的投资，而不是通过盛世集团。林修远，原来你的底气是我给的。清寒，我这么大一笔投资，你真的放心我对接林修远？我想让他在集团里站得更稳、更高。老沈总去世之后，我把你视如己出。既然你这么说，听你的。都听到了吧？胡总是海城财团的总裁，他要对我投资10个亿，而海城财团就是我的资本。海城财团，这海城财团可是前首富的集团，富可敌国，深不可测。难怪你之前说盛世集团的所有人脉都能被你挖走。宝宝，你说的没有错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，弱肉强食。即使他盛世集团再强大，也是海城财团那样的庞然大物，一口就可以吞灭的。原来是这样，我之前还听某些人说你走到哪都是靠它，在我看来，是金子到哪都会发光的。看来就凭这10个亿的投资，就让你一下子找到所有的尊严。你什么时候一口气给我投资够10个亿？你只不过是让我给你打工而已，从而在我身上找到一种服务的优越感而已。我是真没想到，一直以来你都是这么想我的。对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我从很早开始，我就想把你狠狠地踩在脚下，没有人会愿意久居人下。你这一次是彻底把我逼急了。
知如此，我当初养条狗都好过跟你结婚。你这不知死活的狗东西，你还真以为自己得罪了季海城财团吗？啊！我奉劝你，现在立刻在我妈的尸体面前磕头赎罪，否则等股东大会一结束，我立刻把你扔进去蹲监狱。宝宝，像这种人，把他送进去蹲监狱简直是便宜他。像他，就应该把他踢出盛世集团，让他这辈子都吃不上饭。我不能让林修远报警把这件事情闹大，只要我把林修远这边稳住，凭他现在的地位，一定能护我周全。确实，把他送进去蹲监狱，确实便宜他了。我还要把他丢到街上去要饭。愚不可及啊！就因为你搭上了海城财团，你知不知道沈总的父亲？哦，你说的是那个英年早逝的短命鬼啊？我听说前首富也是车祸死的，你该不是想说，沈清寒他爹就是那个短命鬼首富啊？你说对了，海城财团的董事长一直都是我。大小姐，你真的要嫁给林修远这个穷小子？他很孝顺，我相信孝顺的人对待妻子一定不会太差。可是很多人他就是表面为善。胡叔叔，我知道您是我爸这几十年来最信任的左膀右臂，您和他情同手足。自从我爸出车祸后，您更是把我像亲生女儿一样对待。谢谢您，但感情的事情我意已决。好，但是你一定要听我的啊，绝对不能够过早的让林修远知道你是首富的女儿，是海城财团的继承人。女孩子啊，就算是嫁人了，也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。我终于明白，胡叔叔没有说错，就算结婚了，也要给自己留退路。你是海城财团董事长，派胡！你沈清还是什么底细，我一清二楚。你跟海城财团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你不信？我当然不信。你要是真有那么大能耐，早就告诉修远了。你要是没说，那你就不是。我一直没有告诉你我的另一个身份，是因为我害怕你自卑。现在看来，我根本不需要考虑你的自尊，因为一个吃软饭的凤凰男根本没有自尊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就是一个凤凰男。沈清寒，你该不会真的觉得自己能跟海城财团对抗吧？我现在有了海城财团的支持，我想拿下盛世集团，轻而易举。等到了董事会上，我会一点一点把你的全部家产慢慢吃掉。林修远，原本想让你磨练几年，一步步接触到沈家的核心，但是现在是你亲手毁了滔天富贵。沈总说的没错，你就是个凤凰男，你就是个喂不熟的白眼狼。你知道我男朋友背后是谁吗？我告诉你，我男朋友的背后可是海城财团的胡总。我又不是看你是个女人，我早就打死你！一直在这狗仗人势，你死到临头了，知不知道？我死不死到临头我不知道，但是你和你的主子马上就要从盛世集团滚蛋了。不就是海城财团吗？我告诉你，林修远1分钱投资也别想拿到，还有你，只配在监狱里忏悔。执法队人怎么来了？当然是有人违法犯罪，自食恶果了。放屁！我看他们是来抓你的吧？楚玲玲是吗？接到报案，跟我们走一趟吗？你们是不是弄错了？我什么也没干，我是良民。根据正义人士的举报，你违规经营、殴打他人，甚至有间接杀人的嫌疑。不是，违规经营、殴打他人，那我们交点罚款不就好了吗？
至于你说了什么间接杀人，那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事儿啊！同志，老人家遗体就在这儿，这是老太太病发时餐厅监控的视频，证据我已经整理好了。把他带走！等等，沈清寒，我没想到你现在居然利用的是盛世集团董事长的身份，滥用职权，伪造监控，现在还把执法局的人带来，把琳琳抓走替你顶罪。替我顶罪？林修远，你说这话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你，我是这名死者的儿子，我现在要举报，害死我妈的人是这个贱人。对，你们抓错人了，是他，都是他干的。你们要是再这么诽谤造谣沈总，那可是罪加一等。只要你跟我回去接受调查，真相自会大白。我们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，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。修远，我不相信执法局，就算是我没有犯罪，摊上这些也会影响我的名誉的。执法局秉公办案，你们不是说我是杀人凶手吗？正好进执法局，好好的跟办案人员说清楚。宝宝，马上就要开股东大会了，我还不能得罪他们执法局的人，你就进去配合他们调查，你不用怕，有什么就说什么，自觉点处理，别耽误我们的工作。放开我，修远！楚琳琳坏事做尽，可算是罪有应得。妈，做了我能做的一切，楚琳琳我不会放过，林修远我也不会放过。你凭什么这么看我妈？琳琳已经因为你被执法局的人给带走了，而我也是因为你跟我妈现在阴阳两隔。你现在有什么资格站在我妈的面前？我跟你妈缘分已尽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向她告别。你说什么？缘分已尽？你以为我妈愿意有你这儿媳吗？啊！我妈对你这么好，把你当亲生女儿一样看待，这女人，你做了什么事儿？那些丧尽天良、残害婆婆的事儿。10年夫妻了，原来我发现我并不了解你，你也并不了解我。刘秘书，我们走。沈清寒，你就是这样铁石心肠的一个人。我只是让你在我妈的遗体面前跪下磕头认错，你就连这样都做不到。我能做的，我都做了。我仁至义尽，以后的葬礼不用叫我。好，那半个月后的股东大会，你就别怪我不留情面。好啊，我倒是要看看你是怎么扳倒我。我一定要给我妈、给琳琳报仇，也是时候让我这些年在沈清寒那边失去的尊严，通通都找回来。李先生，该签字了。送去火化吧，我要把我妈的骨灰永远留在我的身边。哎，大小姐来了，哎，快点给清寒泡杯明前10分龙井，哎，要头茶了啊！不用麻烦了，华姨。怎么了，清寒？你脸色这么差？林修远他出轨了。说什么？说什么？他敢背叛你？他找死！他刚才不是还给你打电话，说什么10个亿的投资吗？对了，秦寒，我还正想要告诉你，林修远说投资不能够对接公司，要投资到他个人头上。我为了稳住他，就先假装答应了，想再问问看你的想法。既然如此，我现在就跟他说取消投资。胡叔叔，先别通知他，马上就是1年1度的董事大会了。既然他想丢人，那我就让他丢个大的，彻底失去一切。哎，你听没听说
林总在南海度假村给那小三开了个餐馆啊。哎，是度假村的赵总说的吧？他还被小三打进了医院。未知全貌不予置评，谁知道真相是什么样的？哎，沈总，好久没见你出席公司的活动了，你比之前更加光彩照人了。我一直都这样，王董，你们就别拍我马屁了。不是拍马屁，沈总这眼里有野心了。之前估计是家庭束缚，女人味太重，现在看起来那简直是要大杀四方啊！快看，林总来了。修远，我就知道你爱我，不会放任我在执法局不管我的。为了把你保释出来，我可是费了不少的功夫啊！你就放心吧，他们执法局调查个事情来龙去脉，是需要些时间的。这一次只找你问些情况，等他们彻底调查完，你就自由了。可是万一执法局也冤枉我了呢？你就放心吧，他沈清寒还没这么大能耐。再说了，我的背后不是有海城财团的胡总吗？沈清寒他是斗不过我的。沈清寒，我落到今天都是你害的。保释期间不能出境，那我无论如何也要在这段时间毁了你。林修远，董事大会是公司的内部活动，你怎么还带了个女人过来？沈总，林总旁边这位会是他的小三儿吧？是啊，那就是他的小三。各位，他沈清寒在公司造谣抹黑我婚内出轨，这为的就是抹除我为公司做的一切，好把我一脚给踹开。我就说嘛，这事情没那么简单。反正依我看，接下来还有大瓜。我今天过来就是合理捍卫我的权益，从他手中接手。另外，我还要清理门户，将他逐出集团。另外，我还要清理门户，将他逐出集团。我真是没想到，有的人不仅敢来，还敢带着小三儿一起过来。在座的所有人，楚琳琳是南海度假村南海餐厅的老板，是咱们的合作伙伴。他沈清寒为了跟我决裂，竟然污蔑无辜者是小三，甚至还让楚小姐替他来顶罪。这样漠视生命、漠视法律的人，根本就不配坐在这个位置上。林修远，你说这话可是要负责任的。当然，我愿意为我说的所有话负一切责任，因为他沈清寒残害的就是我的亲生母亲。我去，我没听错吧？林总的母亲去世了，还是沈总害的？各位，我今天过来就是为了给林总证明清白。林总他没有出轨，都是他沈清寒去我的餐厅里，因为婆媳矛盾，致使林总的母亲心脏病发作，抢救无效惨。沈总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说话呀！各位，稍安勿躁，我这就让刘秘书把当时的监控投屏。你吼什么吼？小王，去给他们拿药。还有你们，今天要是没有钱，你们谁都别想出这个门。林修远，你还没有好好看过这个视频吧？你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了，林母亲究竟是被谁害死的？你放心，真正的视频我看过，我是不会被他挑拨的。难怪之前执法局的人抓我，沈清寒他早就伪造好证据了，他有那么大的势力，我好怕他。沈清寒，就你手上那个视频，你敢送去做鉴定吗？我都敢交给执法局的人，我有什么不敢的？修远，别跟他耽误时间了，你不是要拿回公司吗？咱们抓紧时间办正事啊！刘秘书，现在就拿着视频去执法局鉴定。慢着，不用做鉴定了，我怕有的人他怕了，假借做鉴定的名义，其实是让刘秘书去销毁证据。
沈星海，你以权谋私，污蔑他人替自己领队的事，这是板上钉钉的。我要求你立刻主动卸任董事长一职。林修远，你这副道貌岸然的模样，真令我感到恶心啊！你想让我卸任，你没这个资格。不，我有。这可是你亲手签的，把你名下所有的股权转交给我的协议。老婆，这里有份文件，需要你签个字。我那么信任你的时候，你却早就想好算计我。可惜，你还不知道，你注定竹篮打水一场空。现在，我是这个公司拥有股权最多的人，我说要他卸任，你们谁有异议？林修远，你这样对沈总，是不是有点太武断了呀？你口口声声说沈总害了你母亲，这都是空口无凭。你要让沈总撤职，我不同意。你们这两个老古董，竟然质疑我的决定！你们可别忘了，是谁身体力行带领公司走到了今天？沈清寒，这些年你躲在背后当甩手掌柜，你们拥护他，真是脑子被驴踢了。我当甩手掌柜，而林修远他身体力行，真是可笑啊！林修远，连公司的人都看得出来，你这种扶不上墙的烂泥，跟我没法比。你说什么？你说我是扶不上墙的烂泥？刘秘书，这是你替我管理公司这5年来的财务报表，年年都是亏损状态。林修远，年年都是沈总在替你收拾烂摊子，你亏损的那些钱都是沈总从私人账户里替你补上。沈总嘱咐我们，说你还年轻，还有上升的空间，还要多多担待你，这些都不知道吗？他不知道，他甚至都以为你们对他的客气，都是对他能力的折服。林修远，这下我说你是扶不上墙的烂泥，我没说错吧？你给我闭嘴！还有你们，是你们这两个老古董跟不上我的战略眼光，对，是你们两个拖累了我。你简直不可理喻！你们可别忘了，现在我的手上可是有沈清寒所有的股份，这要加起来，可比你们所有人都要多。你们信不信？老子一句话就能让你们两个滚出公司啊！是啊，林修远，你是有我的股份，但你最多只有4%而已，怎么就比所有人都多了呢？说什么？我说，在你骗我签下这个协议的时候，我在公司的股份就只有4%。这怎么可能？你可是董事长。因为早在之前，我就已经陆续把所有股份都转让给了几位董事，不然，你以为大家为什么这么给你面子？不可能！你胡说！你胡说！这都是你爸妈的心血，你怎么可能舍得？你错了，林修远。盛世集团只是我的过渡，我现在正准备着手该去我真正该去的地方。不然你以为这些年我真的在家什么都没干完？你真正该去的地方，沈清寒，你少在这给我故弄玄虚了。现在既然把股份给了外人，也不愿意给我，你这个贱人，简直该死！好了，沈总对你的好，我们这些人都看在眼里。你竟然不懂得珍惜，这跟农夫与蛇又有什么区别？沈总，表态吧，我们大家都听你的。早就看林修远不爽了，要不是沈总，他哪能爬那么高？林修远，愚公能力欠缺，于私品德有损。我提议撤销林修远在盛世集团的所有职务。
闭嘴！闭嘴！还有你们，我告诉你们，我背后可是有海城财团的胡总给我撑腰，我看你们谁敢得罪我！海城财团，海城财团要给我投资整整10个亿，我劝你们给我好好想清楚了。如果是我新上任董事长，我将带领盛世集团走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。可是如果你们把我给撤了，我跟你们保证，盛世集团只会走向绝路。你拿公司想？公司是你爸妈留给你的心血，我要把它抢过来。这样等你死了以后，等到了下面，都没有脸面对你的父母。沈清寒啊，这可都是你现修缘，谁让你当初不原谅他？没想到吧？现在我们修缘可是海城财团的大户。我原谅他什么？我原谅他出轨，我原谅他背叛我这么多年的感情。就算我出轨了，就不能被原谅吗？沈清寒，我们之间本来不用反目成仇的，现在闹成这样，你满意了吗？我没有任何对不起你，反而是你出轨在先，想要置我于死地。可真是瞎了眼，选你做我的丈夫。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。保安，保安，给我把这个贱人的衣服扒光了，给我扔出去！副总到。真是海城财团的胡总。沈总，我们再强也要避避海城财团的锋芒，不可意气用事。晚了，沈清寒，老子要让你生不如死。副总，林修远，你敢把大小姐给丢出去，我就敢找人把你剁碎了喂狗。清寒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胡叔叔。林修远，海城财团的投资，你1分钱也别想拿到。吴总，你不是修远邀请过来帮他升为董事长的吗？你怎么打他呀？别说是打林修远了，就算是打你，也一样不需要理由。你是海城财团董事长，一派胡言。你沈清寒是什么底细，我一清二楚。你跟海城财团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你不信？我当然不信。你是海城财团的董事长，这是真的。清寒，清寒，是我错了，我没有想到，我真的没有想到。没想到，海城财团的投资是我授权，这下明白了啊？是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清寒，你对我真好，你再对我好一次吧。滚！你不是要跟你妈报仇吗？这么快杀母仇人就忘了？是，清寒，清寒，你可是我的老婆，我愿意放下以前的仇恨，咱们一笔勾销好不好？你不是想一笔勾销，你只是在等一个机会，像一条随时要发起攻击的毒蛇。像你如此可怕的人，就该彻底消失。可以。把他扔出去，交给执法队。不想再跟这种东西产生哪怕一丝的联系。还有他，不是被保释了吗？他来董事会上大闹，违反秩序公良，把他也交给执法队，不得保释。来人，把他们带走！清寒，听我说，清寒，放开！你把我放开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他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沈清寒的丈夫。清寒，清寒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不要进执法局，我还在保释期，我还有机会，放开我！抱歉，让大家见笑了。我召开此次董事大会是要宣布2件重要的事情。第一，如大家所见，林修远德不配位，有损公司形象，
更是在此次南海度假村项目中犯下重大过错，所以我决定撤销他的一切职务，永不再用。好。第二，林修远的错误就是我的错误，是我识人不清，用人不省。我会深刻反思自己，并且从即日起主动卸掉董事长之位。大小姐，你终于决定回到海城财团了。林修远这个渣男，也算是帮助沈总成长的最后一刻。哎，我想问一下，我爸那案子查的怎么样了？2个月前已经判了呀，那个叫楚林的，过失杀人，还敢伪造证据诬陷他人，数罪并罚，判了10年了。哎，你没搞错啊？法院判的你还不信？帮他做假证，那个前男友是个黑客，也进去了。妈，是我错怪清寒了，害死你的是琳琳。恭喜海城财团董事长沈清寒女士获得全海城最年轻女首富称号。清寒，我向你认错了，清寒。哪来精神病？给我滚！她是我老婆，她特别爱我，要见一眼就见一眼。林修远是吧？给我滚！现在都已经跟你离婚了。清寒，老婆，我错了，老婆，我错了。公安、大姨，你们是来接我回家的吗？你这个不孝子啊！你被抓走后，你妈的葬礼都是我们给办的。我爹死不瞑目啊，都是你个狐狸精对的！林家有你真他妈是耻辱！你这个人渣，你这个败类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